力挺乌克兰，美德联手部署远程导弹，应对俄军威胁。聚焦11月，乌克兰、俄罗斯乃至全世界都在等美国大选结果。在前线战场，俄军趁北约峰会召开，加大进攻力度。乌克兰加入北约道路不可逆，挪威援乌一套新防空系统，多国提供4500万欧元无人机。精彩资讯即将开始。北约峰会期间，多国做出支持乌克兰、威慑俄罗斯的措施。美国和德国于7月10日的北约峰会上共同宣布，将于2026年开始在德国部署远程导弹系统，以应对俄罗斯日益增长的威胁。据悉，美德两国此番联手部署的远程导弹系统其射程将远超目前部署在欧洲的陆基火力，对外展现了美军的先进技术、强大火力以及对维护欧洲安全的承诺。而部署的远程导弹系统包括标准6型、战斧以及正在开发中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它们未来都将配备给驻扎在德国的美国多领域特遣部队使用。美国国防新闻周刊分析认为，美德的这项部署计划是美军全球战略布局的一环。目前，美国陆军已经在全球部署了4支多领域特遣部队，在2028年前还会扩展第5支，届时欧洲、印太地区以及美国本土就能形成灵活机动的全球军事网络。再搭配强力的远程精准打击火力营，美多领域特遣部队就能进一步提升作战效能，执行海陆空、太空和网络等所有领域执行任务。此外，美军在波兰北部新建的防空基地已准备就绪。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称，这个新基地是维护跨大西洋安全的重要一步。据了解，新基地位于波兰北部瑞兹科沃，内部设有陆基神盾系统，这也是美国除在罗马尼亚以外，在欧洲设置的第2套陆基神盾系统。2座防空基地预计会驻扎约200名军事人员，他们与驻扎在西班牙罗塔港的美海军驱逐舰和位于土耳其库雷契克镇的预警雷达系统共同构成了强大防空网，以保护欧洲领土免受弹道导弹袭击。针对以上2种力挺乌克兰的举措，克里姆林宫发出了不满的怒吼，指责北约的这种行为会加剧欧洲局势。其发言人佩斯科夫称，北约军事基础设施正在逐步逼近俄罗斯边境，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俄副外长雷亚布可夫也言辞批评称，北约行为意在破坏区域安全与战略关系。此外，他还强调称，俄罗斯将采取军事反制措施。事实上，俄总统普京早在今年6月就曾发出类似警告，将恢复生产中短程核武导弹，并考虑部署地点。可见，美俄之间的军事角力再次加剧。尽管拜登在北约峰会上强调俄罗斯不会获胜，还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一系列防空支持，还讨论使用美制武器打击俄领土腹地，但7月10日，泽连斯基在出席北约峰会发表演讲时，仍引经据典地呼吁大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帮助乌克兰赢得战争。可能大家想不明白，美国为什么不肯放开限制，始终让乌克兰绑着手去战斗，或者更直白一点，美国为什么要控制战斗节奏？这是因为乌克兰击败俄罗斯就意味着俄罗斯的崩溃。在美国没有获得完全应对俄罗斯战败风险能力前，是不会提供进攻性质武器的。不断援助防御性质武器，其策略就是不断消耗俄军战力，让俄罗斯明白俄乌战争他打不赢，而自行退走。只不过经过这2年多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出该策略明显失败了。现在不仅俄乌战争仍在延续，中东地区乃至世界其他各地都出现了问题，就连总统拜登自身也面临退选以及特朗普重返白宫的威胁。而且特朗普的顾问也已提前透露俄乌停火计划，即乌克兰必须放弃领土换和平。如果让特朗普11月重返白宫，那么大概率会让美国停止援助乌克兰，甚至会让俄罗斯提出更高的和谈条件。
加上此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连续出访乌克兰，俄罗斯声称为争取和平，实际也是重复俄罗斯的和谈条件与特朗普停火计划。可以说，欧尔班正试图充当普京和特朗普的中间人，说服更多国家接受俄罗斯的和谈条件。意识到问题严重的泽连斯基展开了一系列相应行动，并在北约峰会上呼吁大家不要等待11月，要尽快做出决定，采取行动。如召开的瑞士和平峰会，其目的就是想把乌克兰的和平方案推广出去，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在7月11日时，乌克兰希望在11月美国大选前召开第2次瑞士和平峰会，进一步将乌克兰的和平条件固定下来，甚至还想让俄罗斯也参加。但俄罗斯明确表示拒绝。其俄副外长米哈伊尔·加卢金当天表示，俄罗斯不接受这样的最后通牒，也不会参加这样的峰会，并称乌克兰的和平方案是欺诈，只有俄罗斯的和平方案才是最合适的。显然，俄罗斯之所以坚持自己的方案，欧尔班和特朗普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但有趣的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欧尔班已确认欧尔班访问俄罗斯的行为违反了欧盟条约。欧盟其他26国正考虑制裁。目前，欧盟尚未决定如何制裁匈牙利，可能提前终止其轮值主席国职位，或是进行罚款、停止欧盟资助等。正如泽连斯基所说，匈牙利不具备做调解中间人的资格，欧尔班两边下注，可能未必获得好的结果。综上所述，特朗普11月能否重返白宫，将对美国、对乌克兰、对俄罗斯、对整个俄乌战争会是一个重要节点。当然，对乌克兰而言，若是签署俄罗斯和平方案，其相当于再签了一个能被轻易撕毁的协议，与布达佩斯备忘录没有本质区别。乌克兰很可能会选择战斗到底。在前线战场，俄军趁北约峰会召开之际加大了进攻力度。据乌克兰空军报告称，7月10日凌晨，俄罗斯从克里米亚发射1枚伊斯坎德尔 M 和4枚 KH-59、KH-69 导弹，以及20架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敖德萨港口等多地，造成5死14伤。乌克兰空军司令米克拉·奥列舒克中将在一份电报中表示，当天夜里，由于采取了积极的反制措施，乌军在敖德萨、赫尔松、赫梅利尼茨基等多地至少拦截了14架俄军无人机和3枚 KH-59、KH-69 导弹。据敖德萨地区军事管理局局长奥列格·吉佩尔报告称，俄军导弹夜袭敖德萨，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爆炸产生的碎片还导致当地仓库、货运车辆以及一艘民用船只被损坏。其他如赫尔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沃兹涅先斯克等地也纷纷报道了俄军袭击造成的损失。在前线战场，据 X 平台用户乌克兰保卫战7月20日的消息称，俄军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已经闯入托列茨克以南的纽约村。若是让俄军占领该村，届时俄军就可以从东南2个方向进攻托列茨克，使其处于半包围状态。目前，增援而来的乌军多个旅已与俄军在纽约村交上火，阻止了俄军的进一步推进。此外，在叶夫海尼夫卡方向，俄军正试图在附近新沃谢列夫卡佩尔西村建立据点，然后再以蚕食战术往西占领热拉内、新格罗迪夫卡以及塞利多夫等地。一旦俄军完成占领，届时就会展开对波克罗夫斯克的进攻。在哈尔科夫地区，乌军正继续向赫里伯克北部发起攻击，同时与俄军在沃夫昌斯克发生激烈战斗。乌克兰国防军哈尔科夫作战战术组副指挥官兼参谋长索利姆丘克表示，俄军攻击哈尔科夫的10350名士兵已经损失91%。他称，截至7月初，俄军在这里有2939名士兵阵亡和6509名士兵受伤，45名士兵被乌军俘虏。俄军第138摩托化步枪旅的第83和第157坦克团遭受重大损失，还有多个旅被重创。在哈尔科夫，俄军已经失去人数、火炮、无人机优势，他们为了守住微小的战果，正不断往这里增援，其损失将继续增加。
乌军7月10日还称，自全面入侵以来，已有15000多套俄军火炮系统被摧毁，尤其是最新2周，乌军特种部队战果非凡，俄军装备伤亡进一步加大。在本届峰会上，北约援助大量防空系统，确认乌克兰有更大自卫权，确认 F-16战机正在转移，首批将于7月16日抵达。确认之后，每年会向乌克兰提供400亿欧元军事援助，确认在德国设立援助指挥部，调派专员，帮助乌克兰协调援助和训练。而火力军没有提到的援助，则是确认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不可逆转。北约成员国领导人在华盛顿峰会上宣布，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是必然的，而且道路不可逆。北约强调，在盟国同意并满足必要条件时，将向乌克兰发出邀请，使其成为北约一员。北约此举意在向俄罗斯释放信号，即北约将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对此，俄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7月11日回应称，俄罗斯会尽一切努力确保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以乌克兰或北约的消失而告终，最好是两者兼而有之。梅德韦杰夫这个人一直以激烈言论而闻名，特别是他此前曾声称俄罗斯需要准备在莫斯科和基辅签署和平协议，并结束战争后占领乌克兰全境。又或是今年5月，他称如果基辅使用欧美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俄罗斯将对北约实施核打击等等。如果梅德韦杰夫再次对乌克兰北约发出威慑，大家觉得这又有多少威慑力呢？除了乌克兰确认入约道路外，7月11日，挪威宣布提供10亿挪威克朗，约9400万美元，向乌克兰再提供一套 IRIS-T SLM 防空系统，预计交付时间为3个月。挪威首相斯特勒表示，过去1周目睹的残酷袭击表明，乌克兰人必须得到更强有力的保护，以免遭受俄罗斯炸弹和导弹的袭击。同时，乌克兰无人机联盟成员7月11日还承诺援助4500万欧元的资金，其目标是交付100万架无人机。加拿大也额外援助5亿加元的军事物资供乌军使用。总之，一场北约峰会让乌克兰与多国签署安全协议，获得的援助承诺也继续增多。正如拜登所说，俄罗斯不会获胜，战争结束时，乌克兰仍是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据美联社7月9日报道，美国斥资2.3亿美元建造了的加沙走廊临时浮动码头，仅只用了2个月，就要在下周进行永久拆除。之所以要拆，主要受天气和救援物资延宕影响。据悉，该临时码头于今年4月底开始打造，5月17日宣布进入正式营运阶段，之后就进入了2个月命途多舛期。如开始运营后1周，便在5月25日当天遭受狂风大浪的冲击，导致整体出现损毁断裂，美军被迫对其进行修复，直至6月7日码头才重新接通。之后6月14日天气再度恶劣，美军为避免码头出现损毁，就人为进行了拆卸。几天后，码头再次恢复使用，但6月28日码头再度被大浪冲毁，一次又一次被摧毁。美军发现这个临时项目是个无底洞，根本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于是美军决定在本周进行最后一次使用，待堆积在塞勒普斯及岸上的救援物资全数送进加沙后，就会拆除这座码头，而这座临时码头真正使用时间算下来才只有10多天。据海军新闻7月8日报道，美国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的寿命中期换料大修计划再次出现严重延误。斯坦尼斯号上的蒸汽涡轮发动机出现重大损坏，导致需要额外的维修工作，不得不推迟交付时间。而上一次出现大修延期的是华盛顿号。2017年8月，华盛顿号开始在亨廷顿英格尔斯工业公司进行为期4年的寿命中期换料大修，预计计划是等华盛顿号大修完成后，紧接着就对斯坦尼斯号进行大修。但是在对华盛顿号的检修过程中，发现发电机出现重大损坏，维修时长也因此而延期，最后用了将近6年时间才完成大修，直到2023年3月，华盛顿号才结束维修，重回现役部队。
至于斯坦尼斯号的大修工程，本应在2021年开始，2025年结束，如今却因同样的问题再次被延误。根据2025年的预算文件，美国海军估计斯坦尼斯号的大修时间需要增加额外14个月的工期才能完成。据俄新社7月9日报道，瑞士再次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制裁，包括69名个人和86个实体等目标，现已全部纳入制裁名单。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瑞士多次宣布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据路透社报道，截止到2023年12月，瑞士已经冻结了约88亿美元的俄罗斯国有资产。2024年3月，瑞士决定使用被冻结的俄罗斯国有资产为乌克兰战争赔款提供资金。随后，瑞士议会委员会通过了向乌克兰提供55亿美元援助的议案。至于这些援助资金是由瑞士自行提供，还是说要用被冻结的俄罗斯国有资产来垫付，瑞士并没有具体披露。6月中旬，瑞士又组织和平峰会，想要彻底解决俄乌问题，可惜未能如愿。先是制裁俄罗斯，接着又援助乌克兰，就连瑞士这个长期保持中立的国家都已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可见留给俄罗斯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据中时新闻网7月9日报道，土耳其空军将会采购土耳其航空工业公司自制的100架第5代可汗战机，预计首批20架将会于2028年完成交付。土耳其航空工业公司对外宣称 ，TFX 战机的性能将超越 F-35，其目标主要是交付友好国，因为单架 TFX 战机的成本可能超过1亿美元，这个价格对于土耳其军队来说实在是过于昂贵，所以土耳其航空工业正在国际市场上积极推广 TFX 战机，希望能够拿到较多的海外订单。值得一提的是，今年2月，乌克兰驻土耳其大使博德纳尔曾对外宣称，乌克兰不仅会采购 TFX 战机，还希望能够参与到可汗战机项目中。土耳其很快就对此给予了回应，表示更倾向于优先考虑自身发展。据中时新闻网7月9日报道，马来西亚为全面提升空军实力，正在计划购入更多的战斗机。其先后评估了多种型号的战机性能，包括台风战机、阵风战机、施救战机以及超级大黄蜂战机等。最后把目光锁定在了苏57和韩国 KF-21 上，后续或将与俄韩拟定采购协议。苏57是俄罗斯开发的第5代尖端隐形战机，设计重心在空战和打击任务上，具有超高的机动性和最新的航电设备。它的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2120公里，作战半径为1200公里。在武器方面，可携带多种空对空、空对地导弹，凭借着机动性上的优势，能够轻松应付各种威胁。至于 KF-21， 它是韩国目前正在研究生产的新型战机，外观上与 F-22 有些相似。它可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在隐匿性能上可能会超过欧洲台风战机，最大飞行速度可达 1.8 马赫。在武器方面， KF-21 同样能够携带各种空对空、空对地导弹，未来还可能搭载空射导弹，具备非常出色的空战实力。而且据最新消息，韩联社于7月10日报道， KF-21 量产工作已正式启动。好了，本期视频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美德联手部署远程导弹以及11月的美国大选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